今天这算什么呢？默契挑战，或者是关于我们俩的小问答。我们准备了一些问题，然后我们会把答案写在自己的纸上，然后有一些是测默契度的，有一些是增加我们对对方的了解的，还是比较有趣的一期。来吧，我们两个的默契度绝对是100%。来吧，那我准备了一些问题，我先随便挑一个。挑。对方是更感性还是更理性的人？写哦，别看我答案哦。不许说话。是不是？你觉得我是更理性的人？我觉得你是更感性的人。你觉得我答的对吗？对啊。我觉得你说的不对，我是更感性的人。啊，你就是理性，我只是相对于你来说理性一点。我其实是个很感性用事的人，就是我是感性和理性并存的。那你是80%以上的感性，我可能60%或者50几的感性，但我也是偏感性的。我不是很理性的人。你真复杂。女人本身就是复杂的，像我这么单纯。你什么意思啊？你话了。无话可说。来吧。两个人在一起什么最重要？用3个词来概括。别看我多。完了，我那个字。我怎么是第一个作答的？信任。包容。沟通。我是理解、忠诚和信任，有一个重合。你不对你的进行一下解释吗？你说什么沟通最重要？这个人天天拒绝跟我沟通。我是意识到了嘛，还不让人意识了。2年了，我们在一起2年了，他意识到过无数回了。每次一说我知道了，你别说了，我已经很好了，你不许再讲了。信任，这个不用解释了吧？包容，你要包容我。挠，给我回来，给我回来。老是讲我，是你不包容我，是你不包容我。他不允许我有负面情绪的存在。他不允许我有一点点那个你说不出来吧？我先不讲这个词，讲另一个词，讲沟通。沟通应该是我说的吧？我觉得最重要的首先就是忠诚，两个人在一起最重要的就是忠诚。如果对对方都不能做到，不能做到忠诚。不对，我还要接个不暴力行为，不家暴我，天天打我，有吗？有吗，宝宝？那我再来一个，对方最喜欢的季节。这个脱口而出。2、1，秋季。默契值0，没有任何默契度。你为什么喜欢秋天？因为我是秋天遇到你的呀。我喜欢秋天不是因为这个原因。这期先不录了。我喜欢秋天，因为秋天那个风吹在身上很舒服，然后我喜欢桂花，因为桂花香。这期不录了。我就虚伪了一点，他真情实感，真情流露他。也是因为秋天遇见你。对，还开始挽回一下。那我喜欢秋天有很多原因啊。反正第一原因不是我。第一原因当然是你啊。还有桂花。我喝水。他也没第一时间给我。太少了，我自己喝，得劲儿。喜欢秋天的糖炒栗子的味道，烤红薯的味道，还有桂花的味道。说起那糖炒栗子，我就来气。上次我们去医院检查，出来的时候门口遇到了卖栗子的大姐，说小的那个是野生的，会更好吃一点。然后我们想买了，买好吃一点的吧，买了20块钱的，然后巨难吃。巨硬，而且一点都不甜，也不粉也不糯，对，超难吃，就是噎。
而且又不好剥，很硬，而且还有烂的。对，我俩真的在路边摊吃一堑，吃一堑，吃一堑。下一个，继续。对方喜欢过山车还是摩天轮？那个字怎么写的？3、2、1，摩天轮，肯定是摩天轮。因为我知道我俩都怂，肯定不会选过山车。我俩得吓死在上面，呀，抱着。我们俩是虽然摩天轮我也晕挺害怕的，就我有恐高。我也恐高，但过山车更恐怖啊。对啊，就是呜。而且我俩特别容易晕，我是属于就是在游乐园里，我只能做个旋转木马，然后我就晕的什么项目都做不了。对啊，我们上次去杭州乐园，我俩啥都没干，我去搞了个攀岩，然后我俩去玩了一个那个什么卡丁车。卡丁车我差点没吐在那儿，那很兴奋啊！我一直在加油加油，然后就漂移漂移，然后我说了好几次我难受了。他因为付了钱，然后进去想着要玩玩爽，然后特别激动在那里开车，下来就被骂。觉得对方是什么小动物？啊？觉得对方是什么小动物？这是能写的吗？能。那你是小青蛙吧？你就长得像。哦，他老是觉得我像蛤蟆，我不知道为什么，他老觉得我像小蛤蟆。他说小蛤蟆是，他觉得很可爱，就那种外貌、行为、性格都像的没有。我觉得他是狗，没有任何意义的，因为我觉得他就是像小狗一样，各方面都很像，很忠诚且很粘人，且情绪波动极其大。小狗情绪这么大。那你是情绪比较大的狗。现在我来做一下我的解释。首先，外貌像小青蛙，给我解释一下。因为觉得你眼睛很大，那你眼睛也大呀。说不出来的神似。然后所以性格好听的话吗？性格就那种猫，但是那种很粘人的猫，不是那种很高冷的猫，是那种它的脸特别好，然后我每天都喜欢抓它的脸，它人特别好吃，你看。然后吃饭，我吃饭像什么？小香猪。这能是什么好话吗？它能是好话吗？一个小金丝猴，特别可爱，然后别人给他东西，他就会自己端在那里，特别可爱，特别可爱。我吃饭超斯文的，我吃饭真的超级斯文。这是桌子，这是椅子。我是说我吃的很慢很优雅，好吗？他吃饭就暴风吸入，这一夹的，这样。我吃饭就是一口一口吃，吃的特别斯文。我吃的很香，但是我吃的很斯文，好吗？啊，确实。好，来吧，说出对方的一个拿手技能。洗碗算吗？你给我好好笑。是真正意义的炒菜吗？一语双关啊，可是。他的拿手技能炒菜。他的拿手技能分析。我猜你应该想说的是说我会讲道理吧？啊。那我就单纯多了，我说你会炒菜。也不是真正的颠锅子炒菜。那是什么？你说什么炒菜？说。是蔫蔫锵锵的炒菜。是这种炒菜。觉得自己是悲观主义还是乐观主义？乐观。你是乐观主义吗？我感觉你有时候挺悲观的。为什么？你只会很担忧自己没钱。你不也是？也是，不然好像除了钱没其他的。天天担心自己没有钱。但其实还好，因为我从来没有缺过钱。那也没有钱。没有钱，但是从来没够缺过。好，最后一个。自己觉得最容易分手的原因。你不许 copy 我的答案。你看我干嘛？写你自己的。考试你还抄我？你觉得最容易分手是什么？我觉得是变心。变心了肯定会分手。我不能，我有高度情感洁癖，我不能
接受我的伴侣会变心，精神出轨也不行，我不允许他有一点点游离。我没有什么，我真想不到。这个题我要放弃。就是说你觉得我做什么你都会觉得不分手，不容易让你觉得分手是吗？除了出轨，但是我知道你不会出轨啊，我根本就不会往这方面想。但之前我跟你讨论过这个，然后你跟我说，你说如果我出轨了，但是后面幡然醒悟之后再回来找你，你还能接受？这个也不是不可能。真的假的？真的啊，我一直很怀疑他这句话的真实性。真的，真个鬼！真的呀。我要是出轨了，我再回来找你，你还能吃回头草？你知道我是狮子座。 So， 狮子座是就是比较重感情。我觉得出轨就属于被背叛呢，还能继续在一起的。我反正我是个很容易心软的人。我也容易心软，就哪怕我出轨了，我们还是有可能会继续在一起。我真的，那我应该不行。我知道我容易心软，但是如果其中有一方出轨了，我们是绝对不可能继续在一起的，就总有一天会爆发的，总有一天会分开的。因为出轨会永远横亘在我们中间，成为心中的一根刺，而且我又是高度情感洁癖，我不能接受。猥琐哈，猥琐。好了，今天的问答就到这，那我们下次再见。困了，要睡觉觉了。拖剧拖期又拖到晚上，每次都拖到晚上才开始拍视频。好了，大家拜拜，晚安，做个好梦。晚安，拜拜。你是在干嘛？哎，别弄我！一会儿我也让你做个好梦。哎呀，别